一个离婚的娘们儿要抄一个未婚头婚的人的家，终于听出来了，我就是那根稻草吧，你连稻草都不如，人稻草好歹捆过大闸蟹，就你这个德性，他要能跟你结一天，我都跟着你姓。我们现在要结婚了，但是我男朋友给我拿劲，你说现在怎么办？拿劲儿是什么意思啊？他现在跟我劲儿劲儿的，我都同意了，他还不太同意。多大岁数啊？我今年35岁，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在银行上班。柜姐。对，一个月工资多少？工资有5000。你35了，是头婚吗？不是，我是离异的。离婚几年了？2年了。孩子跟着谁的？孩子跟我，今年7岁了。男朋友多大岁数？他今年32。男朋友是干啥的？他是一位高中老师。他一个月工资多少？差不多有7000吧。那说说吧，为什么你主动要结婚了，他还劲儿劲儿的？七公是这样，你看我虽然是2婚，但是我这人长得挺显年轻的，而且我性格也好，又会疼人。那些头婚女生有的娇气毛病，我一点也没有。我觉得我娶回家就能好好过日子的那种，一点也不比那些娇生惯养的小姑娘强。现在你看我正在谈的这个男的，他看着是挺老实本分的，这不我就考虑我们相处挺长时间了，也该跟他说一下我的想法了。我跟他说，首先这个礼金的问题，这个彩礼我跟他说拿20万，最起码要走个过场，不管我是几婚，毕竟我爸妈养我这么大不容易。我打断你一下哈，你觉得20万不多，这就是走过场的？对呀，正常呀，20万。你上一段婚姻彩礼是多少？上一段没有多少，上一段才是8万8。这好不容易又到了第2回了，这回可不能要少了。对呀，你看我现在我爸妈养我这么大，再说了我这人本身条件也不差，我觉得20万不多呀。那你觉得要不走过场比较满意的应该给多少？那要是不是说走过场的话，我觉得得38个。38万，也就是说现在是等于给自己打了5折，只要了20万。对，我都已经为了跟他结婚，我都觉得我降到20万一点都不多。这第一个条件，彩礼20万走过场。第二个条件就是我让他房子要加上我的名字，这不算是什么，最起码是给我点安全感的。他的这个婚房你花钱了吗？那没有，那谁家娶媳妇儿要女方这边花钱？那也就是说结婚之前人家自己花钱买的房子，为什么要加上你的名字？你能给我说一个理由吗？不是，七公你故意的吧？你这么聪明，那你说谁嫁给他不得跟他这个房子上边不得加女方的名字？这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呀。我可不是装糊涂，我处理情感问题，我觉得彩礼房子的我遇到的比你多得多了。人家的房子凭什么呀？你比如说是首付，结婚之后你们2人挣钱还款，这个可以考虑加。你比如说人家买的毛坯房，你家出装修费用，家电家居所有的都你来负担，这个可以考虑加。但是你要说人家买好的婚房你1分没出，凭啥要加名字？你得有个理由，你不能说我嫁给他这就是理由。那你嫁给他人还娶你了呢，人娶你你也没带个房子，你又不是蜗牛，你也没带个房子嫁过来呀，那凭啥要加你的名字？你得有个合理的理由。不是，我是这么觉得，七公，你看现在吧，这个男的娶媳妇儿都挺难的。再说了，他那人虽然说工作也比较好，但是他确实挺老实的，什么浪漫那一点真的他做不到。我觉得我现在能同意嫁给他就挺不错的了，让他房子加上我的名字一点也不过分呀。行，咱等一会儿再讨论。还有别的条件吗？有的咱一次性说完。还有一个，我跟他说婚后的话，我的儿子就是他的儿子，他一定要做到真心对待孩子，不能欺负我儿子。你提这些要求他怎么回应的？其实这些要求我觉得都挺简单的，很容易做到，但是我当时就是想看看他什么反应。结果呢，我说完这些他半天没给我回话，过了2天他跟我说需要再好好考虑考虑。我就挺不明白的，我都愿意嫁给他了，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承认虽然说我是2婚，那2婚又不是我的错，那就凭我现在这个条件，我要是再找的话，我分分钟能找到更好的呀。我刚才听到你说了一句话很茫然，你说你2婚不是你的错，是谁的错？是你现在男朋友的错？不是，那当然也不是他的错。我的意思是，那一段婚姻过不下去，那一个巴掌拍不响，那不能全怨我呀。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意思是不是有你的错？那是有。你怎么自己打自己的嘴？要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咱先不说错大小，就是2个人都有错，你给你前夫，是不是？可以这么说，但是我的原因很小，我觉得主要错误在他给我连一个女人的主都做不了，我跟他有什么意义吗？我现在吧，我就觉得我虽然是2婚，但是我觉得我要是想找的，我分分钟还能找到更好的。你说我现在我都主动的愿意嫁给他了，我提这点要求过分吗？我知道了怎么回事了，我现在义正辞严的干净利索的回答你，不过分。七公还是你明智，我得给你竖个大拇指。
实，真的一点都不过分。你知道他为什么拿劲儿吗？我也想不通呀。很简单，他就是担心配不上你，他自惭形秽，他就觉得娶了你，他对不住他8辈的祖宗。所以说他天天纠结，他就有一种犯罪感，这就是他这劲儿的原因。他想等着你求着他，他想等着你破死破活的嫁给他，这样他心里才平衡一点。不是啊，七公，那他有多大的段位要我这么的去求着他，上杆子的去跟他结婚？所以说他蹬鼻子上脸，咱能满足他吗？叫他有多远滚多远。自己驾驶技术不好，驾驭不了你这台小烈马，明明知道驾驭不了你，配不上你，还在那里拿劲。谁给他的勇气？刚才你有一句话我特别认可，用你的话讲，又年轻又漂亮，性格又好，又温柔又会疼人，重要的你还是二婚。为什么？有经验呀，你对婚姻有经验呀，所以上哪里去找？关键还买1赠1，连干活都不用干，嫁过来就有一个儿子，还给叫爹，就7岁了，你看得省多少钱？要自己生一个7岁的儿子养老送终，这7岁得花多少钱？一年打3万，这20万也不够。所以说打着灯笼也难找。不是啊，七公，我怎么听你越说越不对劲儿呢？你这是向着我吗？那我愿意嫁给他，我只是觉得好不容易我同意嫁给他了，他应该满口答应，我提那点条件也不算过分，他应该都答应下来，这样才正常。你说的对不对，都对，现在你都正常，现在是他不正常，他没有本事，他还拿劲儿，你不要给他一般见识。你为什么非要上赶着下嫁呢？你分分钟就能找到更好的，咱何必在他这颗小烂枣穗上去吊死呢？不是七公，他也有优点，他跟我儿子玩的挺好的，我觉得他俩关系能处好，那对我以后的日子来说，不是以后也省得多少麻烦。如果他跟我儿子处不来的，你说我还带个儿子，这以后也是大麻烦。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是就想跟他结婚。他能给得起20万的彩礼吧？你光说的再好有用吗？他的房子他舍得给你加个名吗？就这样的穷光蛋，他做不到，那有啥办法呀？我那天讲过一个夫妻的例子，听说过稻草吗？种稻的那个，知道。结出大米来之后，剩下的叫稻草。稻草是最不值钱的吧？一捆一捆的满地里扔了都烧了。但是大闸蟹都是找稻草捆，一般的扔到地里当垃圾当肥料的稻草，它是1分不值。但总有那么一根稻草被人拿来之后捆大闸蟹。问题是卖大闸蟹的时候，稻草和大闸蟹是一起称重一起算的钱，久而久之，这根稻草就觉得自己很高贵，跟大闸蟹一样值钱，一直等着消费者买回家。把大闸蟹下锅煮的时候，大闸蟹下锅了，稻草解下来扔垃圾箱了，大闸蟹还是大闸蟹，稻草还是稻草。这根稻草它捆在大闸蟹身上，就值大闸蟹的价。但他习惯了，他以为自己就是大闸蟹，其实离开大闸蟹，它还是一根稻草。听懂了吗？不是，那七公，你的意思我是稻草呗？因为你在银行点的钱再多，那是你的吗？所以人家客户的钱就相当于大闸蟹，你天天点客户的钱，你就等于那根稻草。但是你习惯了，你眼光越来越高，虽然不是你的钱，但是你见得越来越多，所以你的眼眶子越来越高。虽然本事不高，收入不高，1个月5000，但你看人的那个眼光，觉得自己就是大闸蟹，觉得自己就是有钱人了，你就是那根稻草。就你这种二婚的娘们儿，你能找一个头婚的，你已经祖坟冒青烟了，还二婚，还彩礼20万过场，还房子加你的名，你等吧，你等到花儿也谢了，你看看你贬值快不快？还头婚，你倒找钱给人家，你都是赚便宜了，你1分彩礼不要，你都算等于赚人家便宜了。人毕竟是个头婚，你还比人大3岁。一个离婚的娘们儿要抄一个未婚头婚的人的家，终于听出来了，我就是那根稻草吧，你连稻草都不如，人稻草好歹捆过大闸蟹，就你这个德性，他要能给你结1天，我都跟着你姓，送你4个字：不自量力。不是啊，七公，那我这个工作也有好多人羡慕的呀。对呀，羡慕啊，谁在羡慕也没有你自己羡慕呀，你就慢慢的羡慕去。下课。那好吧，我赶紧走，再晚就赶不上2路公交汽车了。这分分钟就能找一个吗？这都20多分钟了，得找20多个了，赶紧找去啊！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有的时候你们在旁边看着，就跟觉得我操，这个是真的假的？这是他妈真的假的？还有这样的人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样的人比比皆是，这样的人太多了。我见过很多找对象不好找来求教我，1个月挣不了5000块钱，那张口就是1万打底，要求男的，你都跟他没法聊。你